直到看见日本为马龙做的超然宣传片，我才知道在外国人眼中马龙的实力究竟有多恐怖。世界ランク1位马龍能让国际赛场上一向不太友善的小日子五体投地到这种地步，足以说明马龙统治级别的实力恐怖如斯，打得所有对手心服口服，以至于日本称其为地表最强破坏龙和绝对王者。2016年世乒赛现場，日方解说在介绍登场选手时，更是贡献出六边形战士的世界级名场面。一方のマリウの方ですけれども、オール5点。欠点がありません。今のところね。はい。まあ世界ナンバー1ですからね。そうですね。日本东京电视台喜欢用动漫中的能力雷达图，从力量、速度、技巧、发球、防守、经验6个方面来全方位体现一名乒乓球选手的综合实力。其他选手的雷达图或多或少都有强势项和弱势项，唯独到了马龙这儿，竟然是全部拉满的正6边形，意思是绝对完美，毫无弱点。我身边这位，你让我找他缺点，确实找不到。这种在外人听起来略显夸张的评价，放在马龙的身上却并不为过，因为放眼整个乒坛历史，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。后面还能不能有来者不知道，但是前无古人是一定的。抛开中小型的赛事不谈，马龙总计拿过142个国家级的冠军或者金牌，获得了28次世界冠军，位列世界第一，也是唯一一位双圈大满贯和超级全满贯得主。但最令人震惊的还是马龙那恐怖的外战胜率和不败记录。甭管你日本队出谁，我马龙；德国队出谁，马龙；出谁灭谁，出谁反正他第一个先出。他4年都不出球，你先出，以至于刘国梁每次带队出征都不需要定战术，或者说只需要制定马龙战术。从2006年18岁初登世界舞台到23年亚运会为止，马龙对外比赛共计583战546胜，胜率为93.65%，是国家队内唯一一个外战总胜率超过90%的选手，长达4年半时间没输过1场比赛。这种稳定到可怕的发挥，以至于到了马龙夺冠不是新闻，输球才是新闻的地步。众所周知，乒乓球作为我们的国球，国家队内高手如云，二队小将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万里挑一的高手。但在拍摄中国乒乓时，这帮小将就透露出面对马龙时的真实反应。说我跟马龙打，和你跟马龙打是一样的，都是只能靠马龙的失误来得分，靠马龙的失误来得分。当时跟我说完，我汗毛都立起来。职业乒乓球手和路人在马龙面前压根儿没有区别，全看龙队会不会放水或者失误，否则毫无赢球机会。马龙其实已经到了独孤求败的地步，队内没有人能有足够的实力对其进行指导训练，他的对手一直就是自己。当过龙队的出外援，我当过，但是我主要是陪他，他的能力太强了。一般不太敢指导他，只能陪他，不敢管他，你知道。外国的运动员一旦遇到马龙，往往不是冲着赢球去的，而是在输掉比赛后能找偶像签名、合影留念。如今35岁的马龙依然保持着极佳的竞技状态，没有丝毫心浮气躁，更是手把手带出了樊振东、王楚钦这样的新生代力量，成为中国乒乓历史上毫无争议的传奇人物。好家伙，主持人为了介绍他，竟差点窒息缺氧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隆重有请地表最强6边形战士，首位集奥运会、世锦赛、世界杯、亚运会、亚锦赛、亚洲杯、巡回赛、总决赛、全运会单打冠军于一身的超级全满贯，3次奥运会冠军，7次巡回赛总决赛冠军，9次世界杯冠军，12次世锦赛冠军，51次公开赛冠军，24次世界冠军，56年生涯515。据2008到2018数据，职业生涯国家级及以上比赛一共荣获137次冠军，来自琉璃鞍山中国男子乒乓球队的队长有网友调侃称，马龙的这串荣誉简介简直比韩国的历史还长。身为乒乓球领域的绝对王者，不同于同时期的张继科，24岁锋芒毕露，445天就拿下大满贯，马龙沉稳而缓慢地走了足足10年之久，才让世界知晓他的名字。而恰恰是这段挣扎崎岖的经历，才造就出马龙那不骄不躁的心态。赛场上沉稳霸气，赛场下温和谦逊。对教练来说放心省事，对队友更是照顾有加。刘国梁对马龙的评价只有完美2字。
字。没有什么过度的语言来去评价他。我认为，如果说大家追求完美，也不过如此，从来没有让人失望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13岁的马龙因为打得不够出色，曾一度面临被省队淘汰的尴尬境地。好在关华安教练慧眼识珠，认为小马龙还是有潜力的，将其带到北京继续训练。那时候的马龙给人的感觉只有一个字：平。性格内向，打法缺乏特色，没有少年的拼劲儿、勇劲儿。2003年，马龙在集训选拔中以12人排名第2的成绩进入国家1队，和张继科成为队友。主帅秦志戬曾直言，当时的马龙根本没法和张继科比，就连张继科本人都亲自放话，希望马龙快点成长，和他形成对抗。两个人仿佛两个极端，一个天之骄子迅速崛起，一个默默耕耘大器晚成。2006年，在国内历练3年后，18岁的马龙随队出征世锦赛，一举斩获团体世界冠军。走出国门的马龙显得意气风发，放言目标就是大满贯。不料接下来整整6年时间，老将王皓击碎了少年的梦想，3次将其挡在世乒赛决赛门外。要知道，马龙一度保持224天的不败战绩，创下乒联纪录，可谓正值巅峰。没想到总在最关键的世乒赛失败，巨大的心理阴影差点让马龙想要退役。2014年终于闯进世乒赛决赛，却以3比4惜败于张继科。赢下比赛的一瞬间，张继科一脚踢碎场边的广告牌，一旁的马龙则是满脸落寞。自那之后，这对双子星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。张继科以明星运动员的身份出现在各种活动，马龙则推掉所有代言，更加专注训练，然后以一种睥睨一切的王者姿态强势归来。世乒排名连续34个月保持世界第1，与张继科的较量从旗鼓相当到压倒性优势，交手52场，马龙胜38场，胜率73%，也成为史无前例的首个双圈大满贯获得者。为国征战近20年，马龙才打造出开头那长达1分钟的传奇履历。谁也没想到，一向视比赛为生命的马龙竟会擅自退赛。2017年6月23日，国乒领军人物马龙因未出现在男单公开赛现场，被默认自行退出比赛。对手大岛佑哉不战而胜，中国队明明输了比赛，现场球迷却没有沮丧，反而情绪激动，高呼刘国梁主教练的名字。随后樊振东也宣布退赛。赛后，马龙、许昕、樊振东3大主力队员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同时发文，内容也是完全一致。这一刻我们无心恋战，只因想念您，刘国梁。马林和秦志戬2名教练都表态支持队员的做法，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总教练的一种声援。这便是当年体育界闹得沸沸扬扬的623退赛风波。而这起事件的导火索起于刘国梁被除去总教练一职，改任乒乓球协会副主席。圈内人都知道，副主席之职已有18人之多，完全是个毫无权力的虚职。说好听点是改任，说穿了就是架空流放。眼见恩师刘国梁突然遭遇此对待，一向沉稳的马龙也忍不住用擅自退赛这种方式发出抗议。看到心爱弟子的出格举动，很有可能葬送职业生涯，刘国梁立刻在微博回应，支持国乒内部的一切改革，将即将掀起的滔天巨浪平息了下来。而乒协也配合的只是中断国乒男队1个月的比赛，对马龙、许昕、樊振东3人处以2万美金的罚款。但刘国梁宁愿辞职也拒绝降职。虽然大事化小，但引起外界无数猜测。时任乒乓主席的蔡振华对此事避而不谈，只让媒体自己去问乒羽中心。刘国梁作为执教15年的总教练，可谓功勋卓著，深得人心。马龙更是队内最安分的国乒队长，能让他们大动干戈，事情一定很严重。前女子大满贯冠军王楠的丈夫郭斌就曾爆料，国乒队员曾就刘国梁去职一事被下达禁令，禁止任何形式的发生讨论。加上张继科在这件事上没有表态站队，很多人怀疑是乒协内部的一场权力之争，迎来了颠覆式的换血改革。直到几个月后，体育总局下发了一份关于转变工作作风若干意见的文件，着重提到某些干部存在因循守旧、不思进取、小圈子文化等问题，似乎将矛头直指刘国梁，映射了他被下课的真正原因。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在刘国梁退出后，乒协着手改良制度，这一年国乒队的整体成绩却明显下滑。2018年又请回刘国梁担任乒协主席，以另一种方式管理球队。